大家好，这一讲我们将学习的内容是酸化工艺分类。酸化是油漆井投产、增产和注入井增注的又一项重要技术措施。其基本原理是按照一定顺序向地层注入由一定类型、浓度的酸和添加剂组成的配方酸液，通过配方酸液对地层岩石部分矿物、交界物或孔隙裂缝内的堵塞物的溶解、分散等作用，提高地层或裂缝渗透性，改善渗流条件，达到恢复或提高油漆井产能或者说注入井注入能力的目的。酸化作为一种油漆井增产措施始于上世纪，由于酸化措施对油漆井解堵和增产的巨大贡献，受到油田的高度重视和推广应用，并得以长足的发展。目前，酸化技术不但成功的应用于常规油漆层增产改造，且可对特殊油漆井，如高温深井、低压低渗井、高含硫井、高孔低渗储层等及复杂结构井等进行有效的作业，为油漆田增储上产起着重要的作用。酸化是利用酸液增产增注的一大工艺方法的统称，针对不同的储存条件、伤害位置、工艺目的以及完井方式等，需要采用不同的酸化工艺方法。根据实施方法和原理，从作用对象、措施目的、注入参数、处理范围和实用的储存条件划分，可将酸化工艺分为酸洗、基质酸化和酸压等3种基本类型。下面我们分别针对这3种工艺进行详细的解读。酸洗是一种清除井筒中的酸溶性结构和疏通射孔孔眼的工艺，它是将少量酸定点注入预定井段，溶解井壁结构物或射孔孔眼堵塞物，也可通过正反循环使酸不断沿井壁和孔眼流动，以增大活性酸到井壁面的传递速度，加速溶解过程。该项工艺中，酸作用的对象主要是井筒、筛管和射孔孔眼，而非地层。酸液的注入方式可以是正洗，也可以是反洗。所谓正洗，即酸液从油管注入，环空反出；反洗则环空注入，油管反出。由于该工艺施工时仅需克服酸液与井筒的模阻，因而施工压力较小，注入速度则根据解堵的需要不流动或缓慢循环。下面这几张图片就是油管或者筛管在钻完井、修井和较长时间的生产过程中结构堵塞的情况。由于堵塞的存在，使得油气入井阻力较大，那么通过酸洗作业解除这些堵塞，降低流体流通阻力，从而提高油漆井的产量和注入井的注入量。基质酸化是在低于地层破裂压力条件下，将酸液注入储存孔隙、筋尖、孔穴和裂缝中，利用酸液溶解孔隙或孔喉中交界物和堵塞物，改善储存渗流条件，提高油漆产能。对于砂岩储存，利用酸液溶解孔隙及喉道中交界物和堵塞物；对于碳酸盐盐储存，酸液则还会形成类似于蚯蚓的孔道，简称为酸式引孔，从而盘通污染带，解除进井带污染，恢复和提高基质渗透性，达到提高油漆井产能和注水井注入能力的目的。可见，基质酸化工艺中的酸液作用的对象是地层，且作用范围仅局限于近井地带，
注入方式则根据景同条件和工艺参数，需要选择油管注入、套管注入或是环空注入。工艺目的就是解堵，解除地层堵塞。施工压力则要求注入压力大于地层压力，确保栓液能够顺利进入地层，同时又不能压迫地层。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何机制栓化时不能压迫地层？大家下去之后思考一下具体原因。注入速度与注入压力相对应，为了不压迫地层，注入速度则应小于地层的极限洗液速度。该图片就是碳酸盐盐酸化时，酸液在岩石中产生的类似于蚯蚓的孔道。为了直观地反映酸石隐孔的形态，采用医学上常用的 CT 技术，可以将其三维立体呈现出来。对于酸石隐孔的形成、生长、发育机理的研究，目前存在较大困难。同学们有兴趣可以去开展该方面的深入研究。第三项工艺即酸化压裂，简称酸压，是在高于储存破裂压力或天然裂缝的闭合压力下，将酸液挤入地层，在地层中形成裂缝，同时酸液与裂缝壁面岩石发生反应，非均匀刻蚀缝壁岩石，形成沟槽状或凹凸不平的刻蚀裂缝。施工结束，裂缝不完全闭合，最终形成具有一定几何尺寸和导流能力的人工裂缝，改善油漆井的渗流状况，从而使油漆井获得增产。该工艺作用的对象也是地层，但是其作用范围长达几十甚至上百米。注液方式可以根据景同条件和工艺参数需要，选择油管注入、套管注入、环空注入，甚至油管和环空同时注入。施工时，注入压力至少要大于地层的破裂压力，注入速度则大于地层的极限洗液速度。酸压工艺一般主要用于碳酸盐盐储层，而很少用于砂岩地层。为什么？我们后面为大家解释。该组图片上部分为酸压数字模拟图，注酸前裂缝壁面光滑均匀，注酸后裂缝壁面粗糙不平。下部分是采用碳酸盐盐地层岩芯开展旋转岩盘实验和导流能力实验前后岩石表面形态的变化情况。酸液在岩石表面形成了明显的非均匀刻蚀沟槽，建立良好的油气流动通道。通过这节课学习，我们了解了酸化工艺的主要类型以及应用条件，知道了在什么情况下该使用何种工艺措施。这一知识点就介绍到这里。